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跟开保时捷的富二代跑了，留我一个人在黑网吧连吃了1个月泡面。吧台那只天天趴在键盘上睡觉的三花猫看不下去，当场急眼了，他直接一爪子拍开收银台下面的暗格，叼出一张百夫长黑卡拍在我手里，让我去消费。我整个人都麻了。卡背面的开户行是瑞士银行，余额直接显示着9位数。更离奇的是，三花猫怕我这沉迷游戏的废柴性格压不住那些势利眼前女友，他又跳上桌子，用爪子在屏幕上给我敲出了一段全球封锁的神级财阀操盘代码。我叫沉默。此刻我捏着那张泛着冷光的百夫长黑卡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屏幕上的神级财阀操盘代码还在疯狂闪烁。三花猫花姐舔了舔爪子，高傲地瞥了我一眼，砰！网吧包间的门被一脚踹开，劣质的门板砸在墙上，发出巨响。我抬起头，林夏挽着一个男人的胳膊，站在门口。他穿着香奈儿的高定，手里拎着爱马仕铂金包。那个男人一身高定西装，手腕上的百达翡丽闪瞎人眼。赵括，京城有名的富二代。哟，还没饿死呢，这什么破地方，一股子穷酸味。林夏往他怀里缩了缩，老哥，我就说别来找他，脏了您的鞋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全是悲悯。沉默，你别怪我。我们在一起3年，你连个名牌包都买不起，我跟你在一起就像个笑话。我死死盯着他。所以你出轨，你拿走我妈的救命钱去给她买表。哼，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？什么叫出轨？人往高处走水，往低处流。那钱放在你手里也是浪费，不如给赵哥撑场面。赵哥随便漏点资源，都够你吃一辈子了。哼，把偷钱说得这么清新脱俗，你真行。怎么跟夏夏说话呢？他能看上你，那是你祖上积德。现在他跟了我，你最好把嘴巴放干净点。我没理他，伸手去拿桌上的黑卡。赵括眼尖，一把抢了过去。这什么破玩意儿？百夫长黑卡。林夏，你这前男友不仅穷，还疯了。去拼多多9块9包邮，买个假卡装逼。沉默，你真是让我恶心。没钱就算了，还这么虚荣。你以为拿张假卡就能改变你是个废物的现实吗？我冷冷地看着他们。还给我！赵括嘴角一歪，他双手用力，吧嗒一声，那张象征着无尽财富的黑卡被他硬生生掰弯。还给你！哼，老子就扔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猛地站起身，拳头攥得死紧。赵括不屑地冷笑：哼，想打我？你碰我一下试试，老子一句话就能让你在这座城市混不下去。就在这时，花姐突然跳上桌子，她冲着赵括弓起背，嘶，锋利的爪子直接挠向赵括的手背，手背上多了3道血痕。赵括惨叫一声，啊！他勃然大怒，哪来的野猫？他抬起脚，狠狠踹向花姐，砰！这一脚结结实实踹在我的肋骨上，剧痛袭来，我为了护猫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花姐躲过一劫，跳到角落里，冲着他们狂叫：一只畜生也敢挠我！林夏，去叫网吧老板过来。林夏立刻点头哈腰。好的，赵哥，我这就去。他临走前还鄙夷地看了我一眼。沉默，你连只猫都护不住，你算什么男人？死死咬住牙关，嘴角渗出一丝血迹。赵括踩住我的手背，用力碾压。穷逼！今天这事儿没完。十指连心，钻心的疼痛让我浑身冷汗直冒。我死死盯着赵括，把脚拿开。赵括笑得更加猖狂，求我啊，跪下来求我，我就拿开。网吧老板王胖子一路小跑过来，看到赵括，他脸上的横肉都挤在了一起。哎呦，赵公子，您怎么大驾光临了？赵括指了指地上的我，这小子纵猫伤人。王胖子，你的网吧是不想开了吗？王胖子吓得浑身一哆嗦，他转头冲我破口大骂：沉默！你个不长眼的东西，敢惹赵公子，赶紧带着你的破猫给我滚！我艰难地抬起头，王老板，我交了包月网费。王胖子走过来，一脚踢在我的肚子上。交什么费？老子退给你，拿着钱赶紧滚！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砸在我脸上。林夏在一旁掩嘴娇笑：沉默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像不像一条丧家之犬？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才会跟你这种废物在一起。我强忍着痛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把花姐抱进怀里。林夏，你会后悔的。林夏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后悔？跟着你吃泡面我不后悔，跟着赵哥开保时捷我会后悔。沉默，认清现实吧，这个世界有钱才是爹。赵括搂住林夏的腰，宝贝，别跟这种垃圾废话了。哦，哥带你去买钻戒，下个月咱们的订婚宴必须风风光光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满是恶毒。沉默，到时候记得来喝杯喜酒啊。不过你这穷酸样，估计连大门都进不去。他们大笑着离开，王胖子像赶苍蝇一样挥着手，滚滚滚，别脏了我的地盘！我抱着花姐，一瘸一拐地走出网吧。外面下起了倾盆大雨，冰冷的雨水打在身上，刺骨的寒意。花姐在我怀里瑟瑟发抖，她发出一声虚弱的叫声，
我低头一看，花姐的嘴角竟然溢出了一丝血迹。花姐，你撑住！冒着大雨冲向街对面的宠物医院，推开医院玻璃门，前台护士正在低头玩手机。医生，快救救我的猫！护士不耐烦地抬起头，挂号费500，先交钱。我摸了摸口袋，里面只有王胖子砸给我的那几十块钱，那张黑卡还在网吧的垃圾桶里。我晚点给行吗？这是急诊，没钱看什么病？你以为这里是慈善机构啊？出去出去，别把地板弄脏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从 VIP 室传出：“这狗洗个澡怎么这么慢？哟，真是冤家路窄啊！怎么，这死猫快不行了？”我没理他，转头看向护士：“求你了，先救猫，钱我一定想办法。”护士还没说话，赵括先开了口：“你知道这家医院是谁开的吗？他指了指墙上的营业执照。法人代表赵建国，那是我爸。我如遭雷击，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冻结。想在这里治猫？行啊，让你的破猫给我的狗磕3个响头，我就大发慈悲，让医生给他看看。沉默，赵哥，这是给你机会，你别不识好歹。你的猫也就是个串串，能给血统纯正的猎犬磕头是他的福气。我双目赤红，死死盯着这对狗男女。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！赵括脸色一沉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保安，把这个要饭的给我轰出去！两个5大3粗的保安立刻冲了上来，一人架住我的一只胳膊，硬生生把我往外拖。放开我！我拼命挣扎，但连日来的饥饿和刚才的殴打让我根本没有力气。花姐从我怀里摔落，重重的砸在冰冷的地砖上。喵！她发出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，身体剧烈抽搐起来。花姐，我目眦欲裂，拼尽全力挣脱保安，扑过去想抱起她，一只昂贵的皮鞋却抢先一步，狠狠踩在了花姐的尾巴上。是赵括，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，眼神里闪烁着施虐的快感。叫啊，继续叫啊！你叫得越惨，老子越兴奋。林夏拿出手机对准了我，沉默，笑一个。我要把你这副惨样发到朋友圈，让所有人都看看得罪赵哥是什么下场。我趴在地上，手指死死抠住地砖，指甲断裂，鲜血淋漓。赵括，我杀了你！赵括猛地抬起脚，一脚踢在我的下巴上，我仰面栽倒，眼前一阵发黑。杀我就凭你个废物！他弯下腰，拍了拍我的脸。听好了，全京城的宠物医院，只要我打个招呼，没人敢收这只死猫，你就眼睁睁看着它死吧。沉默，这就是命，你斗不过我们的。大门重重关上，保安把我像扔垃圾一样扔了出去。我躺在泥水里，雨水混着血水流进眼睛。花姐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呼吸微弱到了极点。我爬过去，把她紧紧抱在怀里，绝望像黑洞一样吞噬了我。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一辆红色的保时捷停在我面前，车窗降下，露出林夏那张精致却恶毒的脸。哟，还在哭丧呢。他递出一张烫金的请柬，直接扔在泥水里。明晚8点，我和赵哥在帝豪酒店订婚。赵哥说了，只要你肯来，当着所有宾客的面，从他裤裆底下钻过去，他就给你这只死猫一支特效救命针。我猛地抬起头，死死盯着他。你说什么？林夏冷笑，没听清，那就算了。他作势要升起车窗，我去！我嘶哑着嗓子吼道，我去！林夏满意的笑了，这就对了吗？狗就该有狗的觉悟。保时捷扬长而去，溅了我一身泥水。第二天晚上，帝豪酒店金碧辉煌，我抱着虚弱至极的花姐站在大厅中央，周围全是衣香鬓影的宾客，他们对着我指指点点，满眼嘲讽。赵括穿着白色燕尾服，端着红酒杯走到我面前，林夏挽着他的手，笑得花枝招展。大家静一静，今天是我和夏夏订婚的大喜日子，为了助兴，我特意请来了一位小丑表演节目。沉默，开始你的表演吧。钻过去，要就是你的。全场哄堂大笑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花姐，耻辱像毒蛇一样啃噬着我的心脏。我双手撑地，一点点向赵括的胯下挪去。就在我的头即将钻过去的那一刻，赵括突然抬起脚，狠狠踩在了我的背上。砰！我整个人被踩趴在地。你以为我真的会给你要？赵括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玻璃管，当着我地面松开手，啪的一声，玻璃管摔在地上，粉碎，蓝色的药液流了一地。哎呀，手滑了！赵括满脸无辜，林夏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沉默，你怎么这么天真啊？真以为我们会救一只畜生？我僵在原地。就在这时，我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发出一声尖锐的蜂鸣。我掏出手机，屏幕上刺眼的红光闪烁，神级财阀操盘代码进度条100。你笑什么？疯了！赵括看着我，眉头紧皱，他被我嘴角的弧度刺痛了神经。死穷逼，还敢笑！他抬起手，一巴掌就要扇过来，我猛地伸出手，死死钳住他的手腕。咔嚓，骨裂的声音在安静的大厅里格外清晰。赵括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，他痛得单膝跪地，冷汗狂冒。你敢还手！保安，快把这个疯子抓起来！10几个酒店保安手持警棍冲了过来，将我团团围住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低头对着手机屏幕，按下了那个红色的执行键。轰隆隆，酒店外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连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都在剧烈摇晃，所有人都惊恐地捂住耳朵。地震了？不对，是直升机。透过巨大的落地窗，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3架全黑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正悬停在酒店外，强光探照灯瞬间将整个大厅照得亮如白昼。紧接着，砰！酒店的防弹玻璃大门被一辆重型装甲越野车直接撞碎，玻璃扎碎了一地。2排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
黑衣雇佣兵鱼贯入，他们动作整齐划一，瞬间控制了全场。那些刚才还气势汹汹的保安吓得直接扔了警棍，抱头蹲在地上。宾客们尖叫着四处逃窜，却被雇佣兵冷酷的枪口逼退。赵括顾不上手腕的剧痛，脸色惨白。你们是什么人？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？没有人理他，雇佣兵分列两旁，让出一条通道。一个穿着燕尾服、头发花白的老者，拄着金丝楠木手杖，缓步走入。他的胸前佩戴着代表瑞士银行最高级别的紫金徽章。老者环视四周，目光最终落在我身上。他快步走上前，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中，老者单膝跪地，右手抚胸，深深地低下了头。瑞士银行亚洲区总负责人威尔逊，拜见少爷。全场死寂，真落可闻。林夏瞪大了眼睛，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。少爷，沉默，你在演什么戏？放肆敢直呼少爷名讳！他打了个响指，一名雇佣兵上前，直接一枪托砸在林夏的膝盖弯上，扑通！林夏惨叫一声，重重的跪在地上。赵括彻底慌了，他色厉内荏的吼道：“演戏，绝对是演戏！陈默就是个吃泡面的穷光蛋！你们敢在京城闹事，我爸不会放过你们的！”威尔逊冷笑一声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天鹅绒盒子，打开，里面静静的躺着一张卡，只不过不是之前的百夫长黑卡，而是一张通体透明、内部流转着金色数据流的晶体卡片。少爷，您之前那张普通黑卡被这群蝼蚁损毁，这是全球唯一一张不设上限的创世神卡。他双手将卡片呈递给我，我接过卡片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跪在地上的赵括。你刚才不是很有底气吗？我转头看向威尔逊，3分钟，我要他们在这里彻底失去地位。谨遵您的吩咐。威尔逊微微躬身，如您所愿，少爷。他拿出通讯器，只说了一个字：杀。这个杀字指的不是杀人，而是资本市场最血腥的屠杀。赵括强撑着站起来，满脸狰狞。沉默！你少装神弄鬼！我赵家资产100亿，凭你一句话就除名。你以为你是谁？玉皇大帝吗？赵哥说的对，沉默。你花多少钱雇的这些演员？为了装逼，你连高利贷都敢借是吧？我根本懒得看他们一眼。我抱着花姐对威尔逊说：把全城最好的兽医叫来，在10分钟内空降到这里。医疗专机已经起飞，5分钟后到达楼顶停机坪。我冷冷地看着赵括。现在倒计时开始，大厅里的液晶屏幕突然闪烁了一下，原本播放的婚纱照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赵家旗下所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K 线图。1秒钟前还是一片飘红，下一秒一条恐怖的绿色断头铡刀直接贯穿了整个屏幕，跌停，全线跌停，滴滴滴滴。赵括口袋里的手机开始疯狂地响了起来，他手忙脚乱地接起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他公司财务总监杀猪般的嚎叫：完了，全完了！一股不知名的海外巨资瞬间击穿了我们的防线，银行断贷，供应商催款，我们的资金链断了。赵括的手机啪地掉在地上，他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。这不可能！屏幕上的数字还在疯狂跳动，赵家引以为傲的100亿资产在短短2分钟内蒸发殆尽，甚至变成了负数。林夏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拉着赵括的胳膊：赵哥，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赵括猛地转头，双眼血红地盯着我：是你，真的是你！他突然像条疯狗一样朝我扑过来，我杀了你！砰！他还没碰到我的衣角，就被威尔逊一脚踹飞出去，重重地砸在香槟塔上，玻璃碎片扎了他一身。威尔逊的眼神里透着实质性的杀意。2名雇佣兵上前，一左一右将赵括死死按在地上。就在这时，大厅外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，一个中年男人连滚带爬地冲了进来，他头发凌乱，连鞋都跑掉了一只，正是赵括的父亲赵建国。他一眼就看到了被按在地上的儿子，又看到了站在中央宛如神明般的我。赵建国没有任何犹豫，扑通一声，直挺挺地跪在了我面前。陈先生，陈少爷，求您慈悲为怀，放过我们这一次吧！他一边哭喊，一边疯狂地给自己扇耳光，清脆的巴掌声在大厅里回荡，所有人都看傻了。京城赫赫有名的赵董，竟然像条狗一样在求饶。赵括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父亲：爸，你疯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向他低头？快叫保安把他赶走啊！赵建国听到这话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他猛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冲到赵括面前，啪啪啪，连续3个耳光，用尽了全力，直接把赵括打得口吐鲜血，牙齿飞出。你知道你惹了什么人吗？就在刚才，我们赵家的所有账户被瑞士银行冻结，所有合作方单方面解约。赵括彻底傻了，他呆呆地看着父亲，又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终于浮现出深深的恐惧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林夏此时也终于明白了局势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比纸还白。100亿富豪3分钟内破产，这根本不是人能做到的事情。他看向我的眼神从鄙夷变成了极度的震撼和懊悔。我冷眼看着这场闹剧。威尔逊，猫的医生到了吗？少爷，已经到了。几名穿着白大褂的顶级外籍兽医提着急救箱冲了进来，他们立刻从我怀里接过花姐，开始进行现场抢救。少爷放心，只是内脏轻微受损，注射了我们的特制药剂，很快就能恢复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我转过身，一步一步走到赵括面前。赵括吓得连连后退，裤裆里竟然渗出了一滩黄色的液体，他吓尿了。沉沉默不。陈少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你刚才不是说要我从你裤裆底下钻过去吗？赵括浑身一颤，他毫不犹豫地趴在地上，像条狗一样摇尾乞怜。我求饶，
我愿意做任何事来补偿，请原谅我。砰砰砰！他用力的在地上磕头，额头很快就鲜血直流。我冷笑一声：“我说过，你们家会付出代价。”赵建国绝望的瘫倒在地，嚎啕大哭。我没有再理会他们，转头看向一直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林夏，感受到我的目光，林夏浑身一激灵，她突然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，连滚带爬的冲到我脚边，一把抱住我的大腿，眼泪说来就来。求求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真心想跟他在一起的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被威胁了，如果不听话，他们会伤害我的家人的。默默，我们3年的感情啊，你以前最疼我了，连泡面里的肠都舍不得吃，要留给我。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现在就跟他分手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看着林夏这张梨花带雨的脸，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恶心，极致的恶心。我一脚将他踹开，别用你的脏手碰我！林夏被踹翻在地，却又不甘心的爬起来。默默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只要你能消气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不然你怎么会来参加这个订婚宴？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抢回我，对不对？他的逻辑让我简直大开眼界，这就是汉子茶的终极形态吗？永远觉得全世界的男人都该围着他转。我气急反笑，林夏，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我来是为了我的猫，你在我眼里连花姐的一根毛都比不上。林夏的表情僵住了，但他很快又换上了一副委屈的嘴脸。妈妈，你怎么能拿我跟一只畜生比？我可是你最爱的女人啊！我转头看向威尔逊，把东西放出来。威尔逊点头，按下了遥控器。大厅的屏幕上，画面再次切换，这一次不再是股票 K 线图，而是林夏的微信聊天记录。巨大的屏幕上，密密麻麻的聊天截图滚动播放。赵哥，陈默那个穷逼今天又吃泡面，笑死我了。王总，今晚希尔顿酒店见哦，人家想买那个新出的包包吗？李少，那个老东西真恶心，还是你厉害。全场哗然，不仅有和赵括的聊天，还有和另外好几个富二代老总的暧昧记录。时间线全都在我和他交往的这3年里。林夏的脸瞬间惨白如纸，她尖叫着扑向屏幕。快关掉！快关掉！这是假的，这是合成的！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要不要我把你在酒店的开房记录也放出来？赵括原本还在地上磕头求饶，看到这些聊天记录，他猛地抬起头。林夏，你个贱人！你拿着老子的钱在外面养野男人！赵括虽然是个超雄普信男，但他最受不了的就是被戴绿帽子。他咆哮着冲过去，一把揪住林夏的头发，狠狠一巴掌扇了过去。啪！林夏被打得嘴角流血，他也不甘示弱，尖叫着抓向赵括的脸。什么资格指责我？你又是什么好东西？你不过是个寄生虫，离了家里你一无是处。两人像疯狗一样在地上扭打在一起，互相撕咬，互相谩骂。之前那副高高在上、恩爱无比的嘴脸，此刻荡然无存。我冷漠地看着这一幕，没有一丝同情，只有大仇得报的痛快。滴嘟滴嘟，酒店外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，几辆警车停在门口，全副武装的警察冲了进来。带队的警官走到赵建国面前，亮出逮捕令。赵建国，你涉嫌多起经济犯罪、非法集资和黑恶势力交易。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。赵建国双眼一翻，直接晕了过去。警察动作麻利地给赵建国戴上了手铐。随后，2名警察走到还在扭打的赵括和林夏身边，强行将他们分开。请配合我们的工作，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锁住了赵括的手腕，赵括剧烈地挣扎起来。放开我！我是赵家大少爷，你们敢抓我，我让我爸弄死你们！你爸已经先你一步进去了，老实点！赵括被强行拖走，路过我身边时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怨毒。陈默，你别得意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。林夏瘫坐在地上，看着赵家父子被带走，他彻底绝望了。他知道自己最后的靠山倒了。他突然转过头，连滚带爬的再次扑向我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想失去一切，我真的愿意付出一切来偿还。请帮帮我，我不能失去这些。曾经的馈赠，如今已是你的债。查清楚他从我这里拿走了多少钱，一分不少的追回来，包括他妈治病的那笔钱。陈默，你疯了！那是我妈的救命钱，你要逼死她吗？你拿我的救命钱去给野男人买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我会不会死？凭公平与法律，终究会给每个人一个答案。我打了个手势，2名雇佣兵上前，直接将林夏架了起来。扒了！我吐出2个字，林夏尖叫起来。陈默，你敢！雇佣兵没有丝毫怜悯，3下5除2，林夏身上的香奈儿高定爱马仕包包、手腕上的范克雅宝，甚至连耳朵上的钻石耳钉，全被粗暴地扯了下来。她只剩下一件单薄的内衣，在全场宾客的注视下，瑟瑟发抖。带他走吧，我不希望再被打扰。林夏像一袋垃圾一样被扔出了酒店大门。外面大雨还在下，大厅里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宾客都屏住呼吸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惹怒了我这个喜怒无常的神豪。我转过身，看向正在给花姐治疗的兽医。少爷，猫咪的生命体征已经平稳，
只要好好休养，很快就能活蹦乱跳。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。我走过去，轻轻抚摸着花姐的脑袋。花姐睁开眼睛，虚弱的舔了舔我的手指。喵呜，我笑了。走，花姐，带你回家。1个月后，京城最大的商圈 CBD 核心地段，一辆全球限量版的布加迪黑龙缓缓停在路边，车门像翅膀一样向上展开。我穿着阿玛尼定制西装，踩着手工皮鞋走下车。副驾驶上，花姐脖子上戴着一条价值1000万的钻石项链，迈着优雅的猫步跳到了我的肩膀上。她现在的毛色光亮如绸缎，体态丰腴，哪里还有半点当初在网吧里吃泡面的落魄样。喵！花姐傲娇的叫了一声，用脑袋蹭了蹭我的脸颊。我笑着揉了揉她的脑袋，知道了，今天给你买最贵的金枪鱼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影突然从路边冲了出来，直直的扑向我的车头。砰！人影摔在地上，发出痛苦的哀嚎。哎呦，撞死人了！开豪车不长眼啊！几个保镖瞬间从后面的迈巴赫里冲出来，将那个人影死死按在地上。我微微皱眉，走上前去。当我看清地上那人的脸时，不由得愣了一下，是林夏。他头发枯黄，脸上满是污垢，身上穿着一件破烂的羽绒服，散发着阵阵恶臭。曾经那个不可一世把奢侈品当饭吃的拜金女，现在竟然沦落到街头碰瓷。林夏被保镖按在地上，拼命挣扎。当他抬起头看清我的脸时，整个人瞬间僵住了。沉默，他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目光在我和我身后的布加迪之间来回扫视。你怎么会？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怎么碰瓷碰到我头上了？林夏突然像疯了一样剧烈的挣扎起来。沉默，你还我钱！你这个魔鬼，你把我害得好惨啊！原来那天从酒店被扔出去后，我的人立刻启动了追债程序。林夏不仅吐出了这3年从我这里拿走的所有钱，还因为涉嫌协助赵括转移资产被判了缓刑，背上了巨额债务。他父母嫌他丢人，直接跟他断绝了关系。那些曾经围着他转的富二代更是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。他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只能睡桥洞。害你！我冷笑一声，路是你自己选的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而已。林夏突然停止了挣扎，他死死地盯着我肩膀上的花姐，眼睛里爆发出极度的嫉妒和怨毒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一只畜生都能带1000万的钻石，我却要在这里捡垃圾？沉默，你不公平！我被他的话逗笑了。公平？你当初为了钱背叛我的时候，跟我讲过公平吗？你纵容赵括踩烂花姐尾巴的时候，跟他讲过公平吗？我转过身，不再理会他，扔远点，别让他脏了我的车。保镖像拖死狗一样把林夏拖进了旁边的小巷子里。我坐进车里，启动引擎，布加迪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，如同离弦之箭般驶入车流。后视镜里，林夏的绝望的哭喊声被远远抛在脑后。我单手握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花姐。花姐，大仇得报，感觉怎么样？花姐慵懒地打了个哈欠，喵呜，似乎在说也就那样吧，烦人的把戏。车子一路疾驰，最终停在了一条破旧的街道前。这里是城中村，也是我曾经生活了3年的地方。那家名为星际的黑网吧依然亮着昏暗的招牌。我推开车门走了下去，网吧里依旧烟雾缭绕，键盘的敲击声和叫骂声此起彼伏。王胖子正坐在收银台后面，抠着脚丫子看直播。听到门铃响，他头也不抬地喊了一句：上网自己拿身份证刷，包夜30。我走到收银台前，屈起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。王老板，生意不错啊。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王胖子猛地抬起头，当他看清我的脸以及我身上那套价值不菲的高定西装时，他脸上的肥肉剧烈地抖动了一下。沉默，他揉了揉眼睛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再往外看去，那辆停在门口的布加迪黑龙以及4个西装革履的保镖，彻底击碎了他的心理防线。扑通，王胖子直接从椅子上滑了下来，跪在了地上。陈少，我狗眼看人低，我不是人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这条狗命吧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狂扇自己耳光。当初赵括让我滚，他可是第一个跳出来落井下石的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起来。王胖子战战兢兢地站起来，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。陈少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，拍在桌子上。这家网吧我买了。王胖子低头一看支票上的数字，眼睛瞬间瞪得溜圆。1000万！这家破网吧连地皮加机器顶多值50万。陈少，您这是拿着钱滚出京城，永远别让我再看到你！王胖子如蒙大赦，抓起支票，连滚带爬的冲出了网吧，连里面的私人物品都不要了。我走到收银台后面，拉开那个隐藏的暗格。当初花姐就是从这里雕出了那张黑卡，暗格里空空如也。我转头看向肩膀上的花姐，花姐，你到底是个什么神仙？花姐从我肩膀上跳下来，轻巧地落在键盘上，她伸出爪子，在键盘上一阵快速敲击，屏幕上突然弹出一个黑色的对话框，一行白色的字缓缓浮现：宿主考核期结束，情绪控制 S 级，反击果断度 S 级，恭喜您正式成为深渊财阀唯一继承人。我看着屏幕上的字，整个人都麻了。深渊财阀，我喃喃自语。花姐转过头，晶莹异色的双瞳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屏幕上的字继续跳动：赵家只是京城的一个3流家族，真正的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。您的下一个目标，在1个月内收购京城4大家族之一的沈氏集团，任务失败惩罚抹杀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沈氏集团那可是真正的庞然大物，资产1000亿，黑白2道通吃，1个月内收购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花姐，你玩我呢？我忍不住爆了句粗口。花姐喵了一声，屏幕上再次弹出一行字：资金已解冻，1万亿美金，全球顶尖商业团队已就位，深渊暗杀组已待命，宿主请开始您的表演。看着那一长串的零，我咽了一口唾沫，所有的恐惧和震惊瞬间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狂热所取代。1万亿美金，有这笔钱，别说收购沈氏集团，就算买下一个小国家都绰绰有余。我握紧了拳头，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。曾经那个在网吧吃泡面被前女友绿被富二代踩在脚
脚底的沉默，已经彻底死在了那个雨夜。现在站在这里的是深渊财阀的继承人。我抱起花姐，大步走出网吧。门外，威尔逊已经恭敬地等候在车旁。少爷，沈氏集团的资料已经发到您的平板上了。今晚沈家有一场慈善晚宴，您要去看看吗？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去，既然要收购，总得先去给他们送个见面礼。我坐进车里，布加迪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，如同黑夜中的幽灵，向着京城最繁华的中心疾驰而去。车窗外，霓虹闪烁，倒映在我的眼底，化作燃烧的野心。零下，赵括，这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风暴才刚刚降临。